做梦也想不到，我们爱姐这么火急火燎的跑，竟然是因为憋不住了。说真的，要晚一点点，估计就拉裤兜了。而且我们爱姐总是把这块地方当作固定的厕所，别的熊是随地就解决了，爱姐则不同，是位非常讲究的熊。出门上班第一件事情就是摇头晃脑，朝着厕所方向去。真想问一问爱姐，这难道是在家憋一晚上了吗？奶爸，不行，我们就给爱姐房间装个厕所吧，看把孩子每天给急的。如果只是会上厕所，那都显不出我们爱姐的与众不同。爱姐连平时剥笋，竟然都是和人一样用手的。当时看到我就原地震惊了，别的熊都是用嘴的，它却不一样。难道爱姐就是传说中背后真的有拉链的熊猫吗？而当遇到一地的笋都要手剥时，我们爱姐当场就爆发了。但作为吃货，最后还是安静地坐下包起来。这么人里人气的爱姐，我早就怀疑是人装的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爱姐可能是充电的机器熊。不信你看，电量不足时，爱姐会自动断电。每一次出来营业电量都不足，上班上到一半就断电了。话说虫洞，你们就不能给爱姐多充会电吗？上班上到一半就没电，都成我们爱姐的一个烦恼了。但是不得不说，虫洞设计的这个机器熊爱姐还是挺人性化的，连吃饱了打嗝都这么可爱。要说爱姐到底能有多可爱，出来看到雪后扭头就朝着雪跑去，竟然把平时最爱的盆奶抛到脑后，老爷叫住了她。爱姐内心还在不停的纠结，最后心不甘情不愿的回去把奶喝了。话说这盆奶到底多少度呀？为什么能让我们爱姐醉成这样？现在爱姐满脑子天马行空，感觉自己就要上天了呀！这后劲属实有点太大了，不知道的还以为爱姐干了一盆茅台呢。喝多了就容易起争执，一个小苹果都能和可可争抢起来。但是爱姐作为女孩子，真是抢不过哥哥。但是我们的爱姐可不是吃素的。这难道就是哥哥与妹妹之间的宿命恩怨吗？这天，爱姐莫名其妙就被哥哥可可迷住，深情款款地看着可可，但却被可可莫名其妙地给了一个大笔兜，委屈的我们爱姐大脑袋不停地摇晃。可可啊，下次可千万别打妹妹了，因为当爱姐不开心了，那就是真的不开心了。我期待的不是雪，而是有你的冬天。我期待的不是月，而是和你的遇见。我期待烟花满天，我可以永远靠在你左肩。我期待的不是一句抱歉。好想去安慰安慰爱姐。话说这么小的爱姐，到底哪里来的这么多烦恼啊？如果我说我真的爱你，谁来收拾那些被破坏的忧郁？如果